能听见一些女人在进入婚姻之前或者进入婚姻之后会说，哎呀，没办法，家里催得太厉害，压力太大，不得不结。如果你相信这种话，去同情他，去宽容他，那你就是被吸了。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困顿无助、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可怜人，反之，这一切都是他的自主选择。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想结婚，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他可婚可难，所以就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找个借口就鸡贼的把所有责任推给外界，自己就心安理得了。大家好，我是思希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有些女人会感受到催婚的压力，又为什么她们最终走入了婚姻。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点视频下方的订阅和点赞哦。那么为什么有些女人会觉得催婚是一种压力？又为什么她们决定因为催婚而去结婚呢？首先，第一，本质上认同婚姻的价值体系。很多女人口口声声抱怨着催婚，但实际上她们内心深处是相信女人应该结婚的。她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婚姻是女人的归宿，结婚了才拥有自己的家，找不到老公说明自己没有魅力，没有人爱等等这些男权观念，所以催婚才能给他们带来压力。而这些压力触发了他们心里对没结婚就会孤苦伶仃没人要的恐惧。催婚只是一个触发点，而不是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不是催婚让他们结婚，而是催婚让他们想通过结婚这种方式来消解他们的压力和恐惧。如果他们真的认为结婚是枷锁，是毒药，是生不如死，是失去自由，他们怎么可能会愿意结呢？所以那些嘴上说家里面催得太厉害的女人，实际上她们是想结婚，但是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自愿的。她们想保留着我是被迫的这种体面，这样一来，等未来的婚姻不幸福时，她们就能推卸责任，而不必承认是自己选错了路。第二，逃避独立思考，害怕承担责任。很多女人从小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她们的生存模式就是依赖父母安排的人生轨迹，依赖学校设置的评价体系，依赖社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活得更加规矩。最后他们也会希望依赖婚姻来逃避自己对独立生活的恐惧。他们既不愿意对自己承担责任，也不愿意在社会中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就想着嫁人了以后会有人对自己好，照顾自己，供养自己，就可以躲在家里面，不用去面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但没有想到的是，嫁人才是风风雨雨的开始，因为她一边还是要在社会上劳动，为了生活，为了赚钱，一方面她又要承担额外无数的家庭劳动，付出大量的精力去当妈妈、当妻子、当儿媳。他们以为婚姻是避风港，但实际上婚姻是他们的深水死牢。但命运的安排是，往往逃避独立承担责任的人，都要加倍的承担别人的责任。这就是愚蠢和软弱的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第三，孝顺父母，完成服从性测试。催婚最常见的理由就是不要让你的父母为你操心伤心，但问题是他们操心伤心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些女人她们总是害怕父母不理解她们，不爱她们，所以就干脆做一个宝宝，允许父母甚至是不熟的亲戚来干涉他们的生活。所以这同样是逃避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表现啊。再进一步说，他们完成了孝顺这个服从性测试，他们以为这就是解脱了吗？他们等来的只会是越来越多的服从性测试。比如他们相信了催婚，他们就会去相亲，相亲了就要去结婚，结婚了就要去生小孩，那生一个不够还要生2个3个，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最后就没有回头之路了。再有，父母他期待女儿结婚，真的是希望女儿幸福吗？也许是有啦，因为毕竟在一些人狭隘的小脑瓜里，只有结婚才是幸福。但更多的原因是，父亲他不愿意女儿通过不婚反婚来意识到他其实才是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而母亲早已经被驯化多年，不甘心甚至是记恨女儿能够得到自由，也不愿意让女儿通过不婚和反婚发现自己的愚蠢和无能，干脆就把女儿一起拖下水。第四，没有目标感和意义感来对抗虚无。
很多女人被催婚后就跑去结婚，是因为她们的人生没有目标和意义，比如她们没有热爱的学业或者事业，或者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更没有进一步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但是人又不能真的陷于虚无，对不对？于是他们就会把成为妻子或者成为母亲当成他们的人生意义和目标。很多人不是真的想要婚姻，而是婚姻能带来的社会身份认同。那同样，很多人也不是真的想要孩子，而是想要能控制和支配一个比自己更弱的人，以填补自己空虚无能的人生。正常来说，对现状不满，是不是就应该要自己努力好好经营生活？但是这些人，他们却想通过孩子来完成自己的愿望和梦想。但问题是，他们自己都没有为这些愿望和梦想奋斗过，他们凭什么要求孩子来做？所以说他们不是真的爱孩子，而是把孩子当成弥补这种权力缺失感和满足控制欲的工具。他们爱用我是你妈这种东西当借口，来对孩子的人生指手画脚。所以他没有打破，反而是进入了这种恶性循环。自己作为女儿被上一代的母亲控制着，而现在自己又成为母亲去控制下一代的女儿。总之一句话，那些能被催婚成功的女人，不是被迫的可怜人，而是自愿的蠢弱人。是他们自己愚蠢又懦弱，一边自己愿意，一边又装模作样的抱怨着，把一切责任推给社会舆论、父母亲戚，甚至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们就不愿意面对真相，也害怕承认自己的渴望，所以就自欺欺人，自寻死路的同时，还要主动扮演受害者来掩盖自己的不作为，沉溺于这种扭曲阴暗的心理满足。当面对任何必然会发生的不幸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责怪别人，要求别人共情，也就是说开始吸人。那么如果有聪明的女人开始醒悟过来，想要斩断这种恶性循环，开始自救，应该如何破局呢？这里我分为道和术来分别阐述。道指的是思想认知的觉醒，第一是我本位的觉醒，开始建立主体性，认清自己不是也不应该是只能被动接受安排的诱饵、傀儡或者 NPC， 而是拥有选择权和能动性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熟个体。应该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评价体系，从心理层面上对他人和外界都能彻底祛魅和脱钩，只考虑建议，不全盘服从，拒绝被道德和情感绑架，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本能。第二是女本位的觉醒，开始学习自然女思想，建立全新的视角和价值体系，如此才能不被男权谎言洗脑，可以从根本上彻底看穿所有骗局，认知到婚姻包括男性恋的本质，明确女人才是第一性，回归自然女，也就是回到女人最初也是最天然、最完整、最正常的样子。术指的是在思想觉醒后现实行动上的执行策略。第一是返校，返校可以直接切断催婚压力的源头，一方面可以从语言和行动上直接反击，比如当别人催婚时就直截了当的拒绝，不要为了息事宁人而去参加那些相亲局之类的东西，让对方吃闭门羹才能知道你的态度多坚决。另一方面是空间层面上的切割和远离，不再说服和争执，不再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只是单纯的减少和他们的交流，眼不见心不烦。当然，如果无法马上的远离，也可以策略迂回，比如编造谎言借口，暗中准备跑路。第二是攒钱，这样可以确保自己不被他人裹挟。我不会说什么要经济独立，不拿父母的钱才有骨气，或者说有钱才能不婚这种专门来骗女人的话。父母生你就有养你的责任，拿他们的钱是天经地义。你要是个儿子，他们会给你的更多，现在这点根本不算什么，好吗？而没钱的女人更要不婚，因为这样赚来和攒到的钱才真正属于你自己。我要说的是，利用各种借口拿父母的钱之后不要乱花，尽量攒起来作为跑路基金，这样子就确保万一发生变故也能维持独立生存。同时当然也要自己去建立更多收入来源和储蓄，只有手里有粮才能心中不慌。第三是换圈子，排男这个当然不用多说，自然女觉醒后也不可能把男的当成好朋友，但是也要意识和警惕驴的毒性，避免被他们的爱男文化和男权导所影响。反之，主动结交自然女朋友，或者退一万步讲，不婚的单女朋友，
建立互相支持的全女网络，也可以线上多多参与机女的探讨，加入纯自然女的社群，让自己获得支持，并处在更加舒服的环境里。这些都是在更新自己的社交圈，不是不社交，而是和价值观接近的人社交。第四是养育自己，不要再把期望和梦想寄托在任何人身上，而是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养育。从小事来说，好好的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探索发现不同的兴趣爱好，每一天都能过得舒适又开心。从大事上来说，专心经营好自己的学业或者事业，寻找和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做什么事，增加目标感和意义感，这些都是在强化自然女生活的正面体验，把自己养得越来越好。在这个垃圾的父权男权社会，催婚是许多女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结婚，而是更加坚定的不婚和反婚，更加彻底的思想觉醒和行动改变。唯有这样，才能在人生的重大十字路口做出真正利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最后，我是思蜥蜴，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订阅和点赞，也欢迎把视频分享给更多人，还有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感想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